一位65岁的母亲，她拿出一生积蓄，砸下新台币720万元，替独生女儿买下一套婚房做嫁妆。她以为这样女儿婚后就有依靠，不怕受委屈。可没想到，准女婿一家得知后，竟打起房子的主意。他们张口就要分主卧给自己住。母亲只说了一句话，让准女婿的如意算盘瞬间落空，美梦当场破碎。他为什么要砸重金买房给女儿？面对亲家如此厚脸皮的要求，他说了什么重话？女儿的婚事会不会因此告吹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不谈煽情，只谈现实。一位母亲在女儿婚礼前夕划出界限，捍卫尊严的真实故事。有人说她太强硬，毁了女儿幸福；也有人说不这么做等于把女儿往火坑推。欢迎收看本频道，这期内容您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我叫陈淑芬，今年65岁，土生土长台湾人，来自南部乡下。年轻时我和先生务农，小本经营攒下些积蓄。我们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叫嘉玲，是我们的掌上明珠。先生10年前因病过世，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的终身大事。他走时留给我们娘俩一笔保险金，我暗下决心，这笔钱将来一定用在女儿身上，不能让她婚后吃苦。女儿嘉玲大学毕业后留在台北工作，她人在北部，我一人在南部老家。每次讲电话都叮咛她照顾好自己。嘉玲很争气，工作踏实勤奋，很快晋升为主管。转眼她也30出头了，我开始为她的婚事操心。所幸她在公司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张志明，比她大2岁，为人斯文有礼。听女儿说，小张家在中部乡下，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退休工人。他家境一般，但人品不错，对嘉玲体贴关心。第一次见到准女婿，是他陪同女儿回老家看我。小张长得高高瘦瘦，说话不疾不徐，很有礼貌，叫我阿姨，问好时还略带羞涩。他替我从车上拎下大包小包礼物，满头大汗却笑得憨厚。那一刻，我对他的好感多了几分，觉得女儿挑的对象不差。饭桌上，我询问了一些他们交往的情况。嘉玲在一旁脸带红晕，小张则不慌不忙地回答。从话里我得知他在台北一家资讯公司上班，收入普通，但两人感情稳定，已经论及婚嫁。小张忽然放下筷子，郑重地对我说：“阿姨，我会好好照顾嘉玲，请您放心把女儿交给我。”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又低头看看女儿羞涩甜蜜的样子，心里既欣慰又酸楚。欣慰的是，女儿找到了可靠的人生伴侣；酸楚的是，嫁女儿终究是要离家的，天下父母心，总难舍啊。送走他们后，我辗转难眠。嘉玲从小在我们庇护下长大，结婚后就要融入另一个家庭。身为娘家，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？思来想去，我决定把老伴留下的那笔钱拿出来，再加上我多年积蓄，帮女儿在台北买间房。一来，房子算是陪嫁，让女儿在婆家更有底气；二来，就算婚姻有风吹草动，娘家还有她的退路。我们农家出身，没什么富贵，但房子、土地这类东西能给孩子的，我一定要给。说干就干，我立刻联系嘉玲，试探地问：“如果妈帮你在台北先买个房当嫁妆，好不好？”电话那头，她明显愣了一下，忙道：“妈，不用了，现在台北房价多贵啊，您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？”我笑笑：“傻孩子，你爸不是还留了些保险金吗？再加上妈的老本，凑一凑应该够付头期款。你先别拒绝，妈问你有没有喜欢的地段。”嘉玲沉默几秒，说：“妈，其实志明也在为房子的事烦恼。他父母没什么能力，在我们结婚这件事上也出不了太多钱。我原本想结婚后我们一起贷款买房，就算辛苦点也行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我便打断他：“你们年轻人生活负担已重，房贷压力太大，日子怎么过？妈现在拿得出，就先给你们垫上，
你别有心理负担，妈不是帮他们家，是帮你自己的女儿。”听我这么说，嘉玲终于点头答应了，但仍反复说：“妈，那就先付头期款，剩下贷款我们小两口自己还，您可别再贴钱了。”我嘴上应着，心想只要我有，一定会尽量多帮衬。他们年轻人起步不容易，我这做妈的不多出谁出？很快，我把老家的田地和旧屋都处理掉，又取出存款，加上保险理赔金，七拼八凑，终于凑够了720万。托亲戚介绍，我在台北市郊看中一处3房2厅的电梯华厦，离女儿上班的地方不远，生活机能也不错。房价总共950万，首付要将近300万，我全额出了。剩下部分我原本想多帮点，但嘉玲和小张态度坚决，说贷款部分由他们来还，不然心里过意不去。我拦不住年轻人的自尊心，只好随他们。办过户那天，我特地要求房屋产权只登记在女儿一人名下。小张知道后有点受宠若惊，对我连声道谢：“阿姨，真的太感谢您了，我爸妈也说您很大方，这么支持我们小两口。”我笑着拍拍他的手：“傻孩子，阿姨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不疼她疼谁呢？再说了，这房子也是你们将来的小家庭用，你也要一起打理好啊。”当时小张用力点头，我一定会珍惜，也一定不辜负嘉玲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，钱花了没关系，只要女儿女婿感情好，小家安稳，就是当母亲最大的安慰。房子买好后，嘉玲和小张开始忙着装潢和筹备婚礼。小张父母特地从中部赶来台北，请我们双方家长见个面，商量婚事细节。饭局定在一间餐厅，气氛还算和乐。对方父母看起来老实本分，嘴里直夸嘉玲懂事、有家教，还说能娶到嘉玲是我们阿明的福气。我听了自然高兴，连忙说哪里哪里。彩礼嫁妆的部分，双方也谈得不算艰难。小张家境一般，拿不出太多彩礼，最后我们也没多要求，只收了一对长辈金饰，意思意思。反倒是我这边陪嫁清单里最大的一项就是那套新房。当时我隐约注意到，准亲家母听到房子时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唇边笑意更浓了。她笑着对我说：“哎呀，亲家真是大手笔啊！嘉玲有这么好的妈妈，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们阿明的福气哦。”语气里透着恭维，我心中虽有些受用，但也谦虚几句，都是为孩子们好，两家以后就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然而，就是这句一家人，差点成了日后矛盾的导火线。装潢进行得很顺利，婚礼前1个月，新房终于布置完毕。嘉玲邀请我和张家父母一起去新房看看，顺便讨论婚宴细节。那天我们提前到了房子，嘉玲兴奋地带我参观。妈，你看这厨房宽不宽敞？以后我也要学你煮拿手的红烧肉给志明吃。我满心欣慰，四处打量新房的环境，布置得简洁温馨。一想到女儿婚后就能住进属于自己的小窝，我打心底替她高兴。没过多久，小张带着他爸妈也来了。一进门，大家寒暄几句后，嘉玲热情地领着准公婆参观各个房间。走进主卧室时，我明显感觉空气里流动着一丝古怪。只见张妈妈环顾房内，满意的点头说：“这主卧带卫浴，很方便呢。”张爸爸也笑呵呵接话：“不错不错，空间宽敞，采光好，住起来肯定舒服。”小张站在一旁，神情似乎有点迟疑，欲言又止地看了看嘉玲。嘉玲微微皱了皱眉，轻声问：“爸妈，你们觉得还可以吗？”张妈妈扭头对嘉玲笑道：“可以啊，很好啊。不瞒你说，伯父伯母年纪大了，半夜起身喜欢离卫浴近一点，要是住这间主卧刚刚好呢。”此话一出，房间瞬间安静。我心下一沉，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。这位准亲家母是打算婚后跟小两口同住，
还要占据这间最大最好的卧室。嘉玲显然也听明白了，脸色刷地变白，忍着情绪问：伯父伯母，您是打算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吗？张妈妈笑容不减，语气听似和善：是啊，我跟你伯父一合计，反正我们乡下那间老屋子也没啥人住，不如就跟着你们到台北来。以后你们上班忙，我也能给你们做饭，将来抱孙子也方便，不是很好吗？张爸爸在一旁连连点头：对，我们一家人住一起，才有个照应嘛。嘉玲当下尴尬地看向小张，只见小张轻咳一声，小声对他说：我爸妈也是好意，再说梁老岁数大了，住主卧带卫浴比较方便，我们年轻人住次卧将就一下没关系的。嘉玲的眼泪都快急出来，她压低声音问他：可是这房子是我妈买来给我们的，怎么婚还没结，你就要让给伯父伯母住主卧，那我们算什么？张妈妈看两人嘀咕，插嘴道：嘉玲啊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要跟你抢房子，我们就住一间房，又不占地方，而且房子是你妈买的，但给的是你们小俩口，对吧？我们做长辈的住过来，也是给你们添福气，总不能让老人家住小房间吧？这话说的似笑非笑，像是在怪嘉玲小气不孝。我在旁边听得实在按捺不住了。当初买这房子的用意，就是为了嘉玲婚后过得舒心，没想到准亲家得寸进尺，真把自己当成这房子的主人了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小张不但不替嘉玲说话，反而顺着他父母的意思，要自己新婚燕尔就去睡次卧。我心头火腾的一下窜上来，再好的修养也压不住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对张家父母说：张先生，张太太，有些事情我想我们需要谈清楚。张爸爸愣了一下：亲家母，有什么话直说嘛。我语气尽量保持平和，但字字铿锵：这套房子是我买来陪嫁给嘉玲的婚前财产，产权登记在我女儿名下，未来也是留给她自己的，不是买来让别人养老的，更不是你们一家上下随便进驻的。张妈妈脸色陡变，结巴道：亲家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哪有随便进驻？阿明是你女婿，我们住过来也是一家人吗？我冷笑一声：一家人也要有个分寸，年轻人新婚本就该有自己的空间，长辈来小住几天可以，但若要长期同住，对不起，这房子不欢迎，更别提还想要主卧。这是我女儿和女婿的婚房，主卧当然归他们，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张妈妈给噎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：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们辛辛苦苦养大儿子，凭什么不能住好一点？再说，房子既然是给阿明小俩口，难道我们做父母来投奔还不行吗？我也火了，提高音量说：要讲凭什么？那我问你们凭什么？这房子每一分钱都是我拿的，连贷款也是他们年轻人自己在还，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女儿还没过门，你们就打算搬进来享清福，还好意思理直气壮？你……张妈妈气结，一时语塞。张爸爸也沉下脸，不悦道：亲家母，话不是这么讲的，我们把儿子交给你女儿，将来就是一家人，你这话太见外了吧？我嗤笑：见外是你们太不识外内，我明说了吧，这间房子是给我女儿安身用的，你们要是真心为他们好，就不该厚着脸皮搬进来占便宜。要是你们不乐意，觉得女方没给足面子，那这婚事不谈也罢。我陈淑芬砸锅卖铁买房，不是为讨好谁，更不欠谁什么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屋子死一般寂静。张家三口显然被我不留情面的话镇住了，嘉玲更是吓得泪在眼眶直打转，小张则张着嘴，一脸难以置信。好半天，张妈妈尖声道：好啊，亲家母，你好大的架子，这婚我们不结了还不行吗？阿明，走。说完，他气冲冲拉着张爸爸转身就往门外走。小张急了，连忙拦住父母：妈，您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。接着又回头恳求我和嘉玲：
阿姨，嘉玲，对不起，是我没处理好，您消消气，别伤了和气。我板着脸，一言不发。嘉玲擦着泪，一边哽咽一边说：志明，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讲情面，而是伯父伯母他们。张爸爸一手拉着发火的妻子，一手扶着低声下气的儿子，脸色尴尬万分。僵持了几分钟，张爸爸叹了口气，朝我拱拱手：陈太太，今天是我们考虑不周，老伴身体不太好，我刚才看他累了，先带他回去休息，年轻人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语毕，他硬拉着张妈妈离开了新房。屋门关上那一瞬间，嘉玲再也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：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不是我不该让您买这房子，才闹成今天这局面？我心疼极了，搂着女儿红着眼眶安慰：傻孩子，怎能怪你，错不在我们，在没过门前就这么多要求，过门后还得了，妈不能眼睁睁看你以后受气呀。小张愧疚地站在一旁，不停道歉：阿姨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没想到我爸妈会突然说要搬过来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叹了口气：小张，你也是个好孩子，这次的事说实话让我对你们家观感大打折扣，但念在嘉玲喜欢你，我也不想把话说死。你回去好好跟你父母商量，想清楚这婚姻是你们小俩口的，还是要拖家带口的。如果你处理不好，我宁可让女儿不嫁。小张连连点头，保证道：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和嘉玲一个交代。那天我们不欢而散，嘉玲心神不宁地跟我回了暂住的地方，一夜无话。我从没想过，人生这把年纪了，还要为女儿的幸福出这种恶人。但当母亲的，有时不得不铁石心肠一次，否则将来哭的还不是自己的孩子。隔天，小张打电话约嘉玲出去谈。傍晚女儿回来时，脸色总算缓和不少。她告诉我，志明已经和他父母摊开沟通了。原来张家二老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要进城同住，而是早有盘算。他们觉得儿子在台北工作成家，他们留在乡下两地分隔不方便，加上也贪恋都市医疗便利，就合计着婚后搬来和小俩口同住。至于房子是女方出的，他们并不觉得碍事，反正大家以后是一家，住谁的房子都一样，还美其名曰帮小辈照顾孙子。听到这里，我直摇头冷笑，真是一套套冠冕堂皇的说辞，全然不顾及别人感受。嘉玲絮道：小张已明确告诉父母，同住的事以后别再提了。他还说，如果将来真要奉养父母，也应该由他这当儿子出钱，在老家附近给他们另置住处，不能在我们这白住。张妈妈一开始闹着说不搬就不结，嚷着要儿子退婚，但张爸爸比较冷静，提醒老伴：你真要闹得婚退了，咱儿子名声还要不要？再说难得儿子找到好对象，你真舍得毁了？张妈妈这才慢慢消停下来。最后张家父母委婉表态，不再 insist 婚后同住，也不提占主卧的事，希望小俩口好好过日子。毕竟他们也清楚，儿子既无房，经济又一般，能娶到嘉玲这样条件好的媳妇本就高攀，要是真的闹翻，损失最大的还是他们自己。听完女儿转述，我冷哼一声，算他们还有点理智。嘉玲红着眼问我：妈，你真的不反对我嫁过去吗？我担心以后婆婆还是会给难堪，到时候您又要替我出头。我拉住她的手，轻声说：傻孩子，婚还是照结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得跟志明站在同一阵线，一起守好我们的原则。如果他日后再犯糊涂，你也要有态度，知道吗？嘉玲使劲点点头，这次志明也算清醒过来了。他说以前只觉得父母养他不易，想多孝顺，没意识到这已经伤害到我。经过这件事，他也跟我保证，以后会把我们自己的小家放在第一位。我默默松了一口气，看得出来这对年轻人是真心相爱，只是一开始没经验，
差点被长辈搅黄了好姻缘。所幸现在界限划明了，日后日子还是他们自己在过。我能做的就是在背后继续支持女儿，同时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去干涉他们的小家庭。婚礼如期举行，酒席上，我和张家父母表面上仍和和气气，但彼此心里都清楚界限在哪。张妈妈在提起我买房的事时，语气明显变了调，只说多谢亲家照顾阿明。我淡淡一笑，不接话茬。这件事上他理亏，就算心里不满，也不好当众翻脸。婚后小俩口过得还算平顺，张家父母偶尔会上门探望，但每次都只待个把星期就返回乡下。嘉玲偷偷告诉我，婆婆虽然偶尔话里有话，但至少表面守规矩了，没再提同住和主卧的事。我点点头，嘱咐女儿凡事长个心眼，有委屈及时跟妈说。有一次，小张私下对我说：“妈，谢谢您那天敲醒了我，如果没有您坚持原则，我可能一辈子都糊里糊涂，只会让嘉玲跟着受委屈。”我笑着拍拍他的肩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，婚姻不是一味退让就能幸福的，你明白这点，妈也就放心了。经过那次风波，我对这个女婿也更多了几分肯定，至少他愿意站到我女儿这边，共同面对问题，而不是一味愚孝。回想整件事，我毫不后悔自己当初强硬的态度。俗话说得好，嫁女儿不是卖女儿，父母该给的爱与保障一样都不能少，但不该由女儿去承受的委屈，一分都不能让。为人父母，谁不希望儿女婚姻美满？可美满不是靠忍气吞声得来的，而是靠原则守护出的。有人觉得我管得太多，干涉小俩口生活，但我相信，如果当时我选择沉默，将来哭泣的绝不会只有我女儿一个。我很庆幸在该出手时没有犹豫，也庆幸嘉玲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如今看到他们夫妻和睦，互相尊重，我总算放下心中大石。晚年的我更深刻体会到一件事，与其将来被动收拾烂摊子，不如当下就强硬一次，把风险挡在门外。同时，我也总结了5点心得，想送给所有为人父母、即将嫁女儿或娶媳妇的朋友们。1. 嫁女儿不是把责任推出去，别再抱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旧观念，现代父母要像我们疼儿子一样疼女儿，在她出嫁前给足她底气和保障，女儿带着嫁妆和自信出嫁，才能在婚后更有话语权。2. 父母资助子女买房，一定要白纸黑字讲清楚产权归属，该写谁名就写谁名，不要怕伤感情。房产证上一字之差，可能决定你孩子未来的地位和保障。钱虽然俗气，但该计较就得计较清楚，这不是见外，是对自己孩子负责。3. 孝顺父母要有度，愚孝要不得。组建小家庭后，伴侣才是第一顺位。爱父母是美德，但如果事事向着父母，忽视配偶感受，迟早家庭不睦。真正的孝顺是理性有度，而不是没原则地委曲求全。年轻人千万别在爱父母的名义下伤害了另一半。4. 宁可婚事暂缓，也不要勉强将就。婚姻不是人生唯一出路，更不是解决寂寞和人情压力的工具。如果发现对方家庭三观不合，无法沟通，一定要慎重考虑清楚，该拒绝时就拒绝，别怕得罪人。与其婚后掉进深坑，不如婚前及时止损。5. 两代人相处要有边界感，与其渴望被需要，不如争取被尊重。不管是婆媳、公婆还是岳父母、女婿，大家亲上加亲，也要记住分寸2字。长辈有长辈的生活，小家庭有小家庭的空间，凡事提前说好界限，彼此尊重，亲情才能长久。影片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怎么看这件事呢？如果是你，愿意让公婆或岳父岳母搬来同住，还把主卧让出来吗？
有人说长辈出钱买房，就该感恩让他们同住；也有人说再亲也要有距离，住在一起矛盾多。你认为呢？觉得我这个当妈的是明智护女，还是干涉过多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如果您身边也有类似的故事，非常欢迎留言说给大家听，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往后每一期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